怎么感觉这个煞你家会出现丧尸？是不是？你放一个假的窗，你还是会发霉啊。而如果你发现你跟你家人都在床上，但你厕所有声音哦，代表说有这个第三者，神秘的第三者住在你的房间里面。避免要打丢赛，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这感觉是一个会有烂桃花的一个煞气。烂桃花。请记得订阅设计家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并打开七夕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主教。装潢大小事，我为您解释。一般人看风水，大部分都会先从客厅跟厨房看起。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这个神秘的地方呢，其实影响了非常多有关于家里人的健康啊、运势等等的。节目的今天，我们邀请到风水大师简少年简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简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少年，很开心今天又来到小学堂，跟大家分享关于风水的小知识哦。那今天要讲的呢是关于浴室的风水。其实浴室是常常被漏掉的一个环节啊，原因是因为浴室每天洗澡啊，这个上厕所啊，想说就没有整理了嘛。但如果你长期下来，浴室如果是脏乱的，问题也会不小哦。老师，之前我们在节目上面有聊到，比方说像厕所的问题啊，但我们之前有聊到所谓的厕所居中，因为跟老师之前有提到，这个厕所就是臭，就是臭其实是影响健康的部分。今天为我们带来5个煞气，这5个煞气其实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就是更进一步的了解浴室的风水应该要如何改变。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煞气开始聊起。第一个是所谓的阴湿煞，阴湿煞听起来很像阴湿路，是专门处理那种阴湿的地方吗？怎么感觉这个煞好像叫阴湿煞？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家会出现丧尸，是不是？很快你就是地球毁灭的起点。那阴湿煞是个怎么样子的概念？哦，阴湿煞这个湿代表其实是说你的浴室里面不通风啊，没有窗啊。因为你没有窗，你又不通风，它就很潮湿嘛。很潮湿之后就会很阴很湿嘛，就会发霉，对不对？那发霉之后，如果你每天在那边洗澡啊、刷牙啊、干嘛的，久了其实对你身体上也会不好，甚至更严重，有的是会外露出来，那导致说你家中的这个客厅整个都是霉菌的这种臭味和味道啊，那就非常之不好了。帮观众朋友问一下，要怎么样去改善这所谓的阴湿煞？如果你是属于这个财力比较雄厚，你就可以装个通风系统啦，然后随时烘干它嘛。那如果你是比较传统老旧的房子，那你也没有打算装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在每一次洗完澡的时候啊，去把这个水渍擦干。水渍擦干。对，因为你有时候你洗完澡走出来会有一些地上会有一些水渍湿掉嘛，所以你把它拖干净。那如果你可以做干湿分离，那当然你要拖的范围就会小一点，对吧？你把这湿的地方用这个拖把直接拖干，然后拧干。那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的这个浴室啊是常常是干燥的，所以就不会出很大的问题。那老师，我之前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化解阴湿煞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比方说在里面去做一个假窗，放一点绿色的植栽，然后来去做一点化解。这个部分是有办法去化解所谓的阴湿煞吗？所以你放一个假的窗，你还是会发霉啊。这个在化学上可能过不去啦。当然你说在心情上可能会好一点，洗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开阔的，看得到这个绿植。但是首先还是要注意的，还是保持干燥，然后不能让它发霉，这还是比较重要的。观众朋友来跟着我看一下第2个图面。第2个图面是厨房当中有厕所。老师啊，厨房当中有厕所是个怎么样子的煞气呢？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它这个厕所的晦气会影响到厨房啊，所以你这个煮饭都有塞鼻啊，这样子就很不好啊，对这个煮饭的胃口一定是很不 OK 的啦。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厨中厕的风水问题，老师有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法吗？这边呢，第一个最好还是挪开啦。那如果挪不开，那其实建议做一个隐藏门，或是做一个隐藏门嘛，我们让这个厕所跟厨房中间多一个间隔嘛，至少不要晦气直接这样散出来。其实对煮饭的人会比较好，对于吃饭的人也会比较好啊。我们接下来看到第3个煞气，第3个煞气是所谓的破脑煞。什么叫做破脑煞？好恐怖哦！其实这个破脑煞其实是床头靠厕所墙啦。哦，就是说你今天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的家人还有用厕所，它就一直有这个哗哗哗哗唰唰唰唰的声音，一直听到水声。对，那久了之后你就容易脑残嘛。那脑残可能就会摔破脑子吧，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破脑煞，那应该有怎么样子的方式去做化解呢？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个床头柜啦。就是让你的这个墙前面多一个隔离区，
至少你睡的时候，你的家人在使用厕所的时候有一个隔音嘛，然后它不会直接吵到你睡觉，这是最好的做法。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建议你的家人不要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厕所啊，不然这个声音我觉得多少还是有影响。而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家人都在床上，但你厕所有声音哦，那我建议你可能需要去请一些这个符咒啊，或者说家里面可能要找一些老师来看一下啦，代表说有这个第三者，神秘的第三者住在你的房间里面，而且比较危险。而且他应该就是一直不断的使用厕所。哇，那这样是有点可怕啦。第一个这个煞气，其实在所谓的透天厝，其实蛮常会遇见，特别是旧式的透天厝，它就所谓的在楼梯下面去增加一个厕所。老师，这样子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煞气呢？这种我觉得比较像是意象式的一种风水啦，就是你不管上楼下楼都是打丢晒嘛，那这样就不太是一个好的意象嘛，因此呢就会造成你出行或是回家就容易不顺利，主要是这样啦。那如果你要不避免要打丢晒，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这个做法我觉得它有点尴尬因为它这个做法就是你容易打丢赛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如果或许最好的做法是你让它的距离有点远一点，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了。最好我觉得是不要用啦，因为你怎么隔其实都有这个打丢赛的问题啊。那你说你把天花板怎么加厚，感觉有点距离，但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直打丢赛，因为它是个意象型的风水嘛，它倒不是说真的是什么晦气会影响到你走路啊什么，倒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等于是说，在这个地方就尽量少使用这个厕所，那顶多就是洗手，那这样子是 OK 的吗？我之前看过一个做法，是他把那个厕所变得超级漂亮哦，然后它变得超级漂亮之后，你会感觉那个厕所跟那个楼梯是一体的哦，就它的厕所不只是厕所而已，同时还有他们会在里面梳妆台啊，干嘛，就把它变成一个化妆间，只是有马桶而已。哦，所以改善它的美观方式，不要让他觉得我每天都踩在打丢赛的一个意念上面，其实这件事情就可以化解了。第五个，我们来聊一下有关于饭店非常常见的所谓的把浴缸放在你的房间正中间，直接就进门就可以看到浴缸了。老师，浴缸外露这个部分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煞气呢？这感觉是一个会有烂桃花的一个煞气。烂桃花？对，因为蛮情欲的一个设计耶，有点像是在你的房间挂裸女图或是裸男图的这种感觉哦。因为卧室毕竟还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嘛。那如果你从科学上来讲，一点是你的湿气会很重啦，因为你跟房间没有隔开嘛，让你睡的时候湿气太重，有时候会容易做噩梦啊。甚至如果你这个湿气重到一个程度，还产生这个墙壁上有一点发霉，你可能还会卡到阴哦，所以这个要非常的注意啦。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干净整洁哦，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应该就是烂桃花的意象多一点，其他应该还好。所以浴缸外露的解决方法就是只要保持它的干燥，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化解了吗？对啊，如果有科学一点来讲是这样，但如果你要解决这个意象型的问题，建议还是要遮起来啦。啊，建议你至少加个屏风嘛，你不要一躺上床就看着你的浴缸，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啊。今天的风水课呢，其实是针对浴室的部分来提供给观众朋友们做参考。我想请简老师来再帮我们复习一下这5个煞气。好，那今天一样讲了5个跟浴室相关的这种风水小知识啊。那这5个煞分别是什么？那第一个是这个阴湿煞，第二个是这个厨中厕，然后破脑煞、楼梯压厕所，还有浴缸外露这5种煞气。那这5种煞气，我们分别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并且怎么解决。首先，第一个是阴湿煞，它就是又阴又湿嘛，所以我们先解决湿的问题，就是保持干燥。然后阴呢，就是代表说它整个颜色不好，光很昏暗。那我们可以透过改善它的这个装潢，让它明亮点，就可以明亮且干燥，就会比较好啦。那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厨房里面有厕所，这其实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啦。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你一定坚持要这样做，那你一定要有很好的通风系统，让厕所的味道不要飘到这个煮饭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去做一个改善。第三个是破脑煞，破脑煞是代表你的床贴着厕所，那家人在使用的时候就容易吵到你，所以你的床跟厕所中间建议加一个什么床头柜，来避免这个声音的干扰。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睡得比较好一点，不容易脑残摔破头啦。第4个呢是楼梯压厕所，这是意象型的风水啦，代表上下楼都打丢晒。建议你呢做法是也比较少用这个厕所是第一步啦。那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厕所，可以把这个厕所变大或改善成为一个梳妆间，这样至少呢你上下楼的意象不会是一直踩到屎的感觉。第5个呢是浴缸的外露。
浴缸外露是有一点这种烂桃花式的一种风水它就跟裸女图是有点像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解决这个烂桃花的问题，建议做一些遮挡。第二个呢，从科学上来讲说，浴缸如果跟你床太近，也代表太湿了。太湿的情况下，容易睡不好，甚至容易卡到阴啊。所以建议呢要保持干燥，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开这个风水的问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5个风水的小学问，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哦。我们今天讲了5个这个浴室的煞之外哦，最近要跟大家科普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在浴室是很容易跌倒的一个地方。尤其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有加装防滑的东西，甚至是防滑的扶手。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很科学啦，也很普及了，不会花你太多的钱。可是呢，避免这个家人和老人跌倒，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所以除了这种风水玄学的东西之外啊，在物理学上面的安全也要相当的注意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简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有关于我们厕所的一些风水以及安全的小知识。如果呢你对于客厅跟厨房有任何的进一步想要了解的，也欢迎你打开右上角的资讯卡。节目的最后再提醒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我会邀请简老师来到我们的线上，为我们观众朋友们做解答。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喽，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